好，开始啦。主要是最近回到上海，你和我们在群里的许多马来西亚人聊天，大家都共同回忆起了被打的经历，是吧？男女混合双打，用朋友的话说，哎呦，这个是怎么一回事？你能介绍一下吗？你们怎么会聊起这一些呢？但是我们来上海做的那个节目，就是在马路上面走，说到对上海的一些初印象，下面就有一些观众就在那边评论说，我们这种是什么崇洋媚外啊，什么西方的这种东西，优越感，对对对，然后儿不嫌母丑啊，然后父母多么伟大呀，你们还要这样这个嫌来嫌去，尤其是这个女方啊。就是怎么能够这个样子啊，一点都不孝顺啊，你们懂什么呀，就类似于这样的话嘛。我们就在群里聊开了，我其实没怎么看，然后你怎么就聊到了被父母打呢？就是说对我来讲的话，虽然我也一直在学习嘛，就是在看那本书叫《原谅》，但是我就发现说有一些死结我是没有办法做到原谅，因为我一想到那个场景，我现在想的话，我也会泪流，马上就会泪流满面嘛。然后我就把我那个场景，我就在观众群里说了，我说我只要想到我爸小时候这样子死命的打我，然后有一次是打到皮带断掉，我妈跪在地上说不要再打了，再打就是要出人性命嘛。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讲在我们的群里面，没想到我们有好几个群里面的观众朋友们，他们说他们也是这个样子的，知道吗？我就是非常惊讶，你知道，我没想到马来西亚的爸爸妈妈他们也会这个样子去体罚，然后再加上在精神上面的去贬低孩子，用非常难听的话，然后甚至还有的家长是直接把孩子赶出家门，直接像遗弃一样的这个样子，所以我看到那些群友们就是讲起那些事情，他们也是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讲到这个事情之后，首先是情绪上的波动 ，OK， 然后还有人也是一样会流泪，跟我一样，那这显然就不是我们还没有达到所谓的世俗上的原谅的标准，因为那本书里面所说的原谅，就是你想起这件事情，你不会还会让自己难过，我们还没有原谅吧？一下子有很多层啊。我觉得首先我们讲被打，我从你刚才分享的案例当中，不单单有你作为中国人小时候被打，也有我们的马来西亚观众，他们的小时候可能在70、80年代吧，我猜他们也被打，并且呢，他的这个层次好像不单单是肉体上的，比方说赶出家门，那它其实是一种不是打，但它是一种叫霸凌吗？或者是一种心理上的这种以强凌弱虐待，那我都是虐待嘛。对的。然后第三呢，你们共同对这样的创伤，其实好像它这种不是所有的创伤都是像小的伤口一样是在身上是可以修复的。我听上去你们这个是没办法修复的，哪怕过去几十年，哪怕时过境迁，父母可能也变化了，环境也变化，想到这个，他这个伤口还是会被重新揭开，你会发现这里面其实是没有愈合的，对吧？对，大家这个都是共通的吧？你们几个回忆下来，因为那天挺长的，我没有细看呢。就在大家回忆的过程当中，就发现我感觉我们有3、4个人，就是除了我之外，应该还有三四个，应该都是女性的观众，他们回忆起家里面从小受到的这样的一些伤害嘛。我就发现有一些惊人的相似点。第一个就是爸爸妈妈的暴怒啊，然后这种体罚，它的 triggering event 会是小到非常不可思议的，既不是金钱上巨大的损失，也不是说孩子的品行有什么巨大的问题。有一个马来西亚观众朋友说到，说他有一次在洗澡的时候不小心把一块肥皂就是落到了马桶里，然后他的妈妈就在外面说类似是这么没有用，连肥皂都拿不好，让他去把这个肥皂去把它拿出来才可以出来。他说他真的弱小他一个人就在这样就是身上还是湿的情况下，然后想到这个掉到马桶里的肥皂还要用徒手去捞出来，他说整整有一个人在那里很冷瑟瑟发抖，等待了半个小时他都不敢出来。就是这种事情就很多，你说一块肥皂能够有几钱的价值，然后对吧，这个是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第二个惊人的相似之处是说，你会发现等你长大了，试图想要跟父母去说起这件事情之后，
父母的反应非常奇怪 denial 他会说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或者说你记错了。 OK， 这是共同的，我们这几个人都是这样的。然后第三个就会发现说父母的感情是不好的，长期不好。这也是完全吻合的。这很有趣，你这讲3个点，而且在你的身上应该说也是应验，是吧？对大家的想法。对那最后一个共同点就是大家发现说长大之后其实是会和父母没有办法在情感上建立非常强的连接，有的时候可能不得不因为这个一些世俗上的原因跟父母还是要保持很近的物理距离。但是其实情感上的话是跟他们是像磁铁的两极，是会有一些排斥，并且就是真的是觉得有保持这样的距离反而是大家都活得比较开心。我觉得你们都有共同的经历所以你们总结出来在我看起来是非常深刻的，而且它也揭示了很多人没有办法想象的。因为我也看到过很多观众的留言，他是那种因果倒置的，他会说那你就原谅就好了，那你不要去想就好了。所以大家从这个案例当中你可以听出来第一，事出无因；第二，事后否认；第三，父母和家庭本身关系不好；而第四，大家都表示，你看不管是中国人还是马来西亚人，什么年代的人，大家时过境迁以后都是没有办法去平复这些事情，还跟父母重新建立很好的连接。所以大家知道这是事实这才是父母的暴怒首先才是因，然后再结出了今天的果，而不是说倒过来的。因为很多人比方说你那集下面有人说哎呀现在理解为什么王太这么忧郁了，其实错了。有没有想过你正因为是有一些忧郁，然后才会最近才会表现的大家看到的这一些，它是这个相反的。可能我们一般人比如说我以前也很难理解你，但是我们因为长期相处才会理解嘛。我们常常也是抱着自己的思维框架，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然后觉得哎呀别人应该也要这样，你怎么这样，生出一些指责。你这个案例特别好，是因为大马人也这样，说明他是跨越国界跨越年龄的。对，然后你提醒我了，那可能还有我刚刚遗漏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这几个人都会从很小的时候就会生出一个想法，就是我这个人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我生下来就是应该被他们打的嘛。然后价值感被磨灭。没有，对啊，就我想到那天跟马少莹在聊天的时候，他很小心翼翼的问起我说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个问题的。我仔细想了想，其实我可能在10岁9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觉得说是幻灭的，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我去做一些这个想要自杀的准备，你知道吗？但是因为我太怂了，我怕痛，你知道吗？我当时就想要找个机会以后就是可能真的是，所以我想这是个源头，就是真的是自己觉得自己是一无是处的。大家也是有这样的想法吗？真的，我们那天聊的时候我发现真的大家都是这样，从小被打了之后就是深深的怀疑。我也花了很久才理解你，因为另外一头我们也不怎么去说观众，是因为这个也是经由学习的，他生活中没有这样的经验，他的思维不能转变的话，他也不能去理解嘛。就是你告诉他之后他也不会去理解，因为他没有经历过这些，他不能想象的。但是我的印象里面就是真的你真的是不能想象哇。好，我们不再去。我被他打了之后，我还要在他的面前下跪求饶，他打完我之后还要我知道要求到他感到很爽、感到解气为止。这你跟我分享过。我们转换一个话题啊，就你这个如何又应和到你后来有告诉我你最近看的书关于原谅的真正含义，能跟我解释一下吗？原谅这本书我还没有看完，我觉得看这个书要有很大的勇气，然后我看得非常慢，1年多了，我只看到了1/3。就是我现在还没有看完，但是他想告诉我想告诉大家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正面的力量，就是有一些事情不像我们以为的原谅是你跟他手拉手，然后跟他说一句说我原谅你了，要有这样的仪式，或者他跟你开口说哎呀对不起啊，我错了，他有个道歉的行为，甚至就是说原谅是完全不必要你去对那个你要去原谅的那个人说的表示的，而是关乎你自己，你心里如何和自己自处，如何和那个伤害你的人和那些伤害你的事件，你跟他画一个篱笆，让他们还是在那里存在，但是你想到他的时候，你不会想到就是愤怒，
然后你不会有说要去报复。我现在可能是完全不会有要去报复，可是我想到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让自己情绪上的平静，就像一说到这个事情，我就立刻马上会哭，你知道吗？明白明白。我觉得他这个重新定义跟我们原先的想象也不一样，对吧？对。你刚讲的一些共同的误解是指好像要恢复到从前，重新把它 revert back， 但是是不现实的。我注意到他这个定义里面有2个和我们通常理解是不一样的。第一，他把恢复的等级进行了划分，说你只要不会引起到一种创伤性的，比方说愤怒啊、报复啊，你可允许自己难过，按照你的说法来说，允许自己在就像你刚才允许难过，可能应该也是要让自己就是你想到这件事情跟想到别的事情一样，你不会像我这个样子会立刻脸眶通红，然后就想哭，就能够跨得过这个坎。当你在回想的时候，允许它存在嘛，对吧？因为你画了一个篱笆。对啊。第二一点就是它是关于自己的，不是说关于别人给你一个什么仪式，给你一个没有用，因为你给的这个定义是关于你自己能够接受到这个程度的。我觉得这2个都定义特别好。那么这么来看的话，你应该算是半原谅吧？就像你讲，你不会再有愤怒和报复，但是你想到这个人就会情绪激动嘛。对啊，所以就是你没有办法，但是你有时候你会想一想，就是我现在还有很多想不明白的地方，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受到的这个非常严重的暴力的语言的和肢体上的启发，我一直认为我爸妈是不爱我的，这些势力实在是太多了。然后呢，这些势力哪怕我人到中年到现在这个样子，他们做的一些事情依然能够和小时候他们这样对待我是吻合的。所以只要有他们这些事情这个一些评价说出来的话，我觉得他们对陌生人都不会说的话，为什么会说到我身上来？还有他们的一些举动啊，跟你爸妈不一样。对，跟我爸妈，就是你会觉得我爸妈跟你爸妈是2个经济条件阶层的人，怎么对于子女在这个关键的人生选择上的这些态度表态是如此的不一致？其实我就会想，他们这么有钱了，他们为什么还这么苛刻？然后我已经不算是很差劲了，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对我认可？这最后还能够咬合到那些小时候的那个结论，就是他们是不爱我的，你知道吗？我相信这个事情本身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你看，小孩生下来，他在这个世界上接触的唯一的2个人，最重要的人就是他的父母。一方面他会给到你吃喝拉撒，把你照顾好。另外一方面，如果你对一开始最原初这种建立的关系都存在他是否爱，就这个链接是否牢固的怀疑的话，那会变成一个一生的负担。是的呀，所以他就是，我记得我爸爸60周岁生日的时候，我给他办过一个很大的这个生日庆典，然后他那天他好像是我从小时候长到40岁，当然第一次我印象当中是抱过，然后他说小时候我打你啊，他说但是就是这是为了你好，你不要生气。我当时觉得已经放下了，可是那个60周岁的生日宴之后，我们又发生过很多事情。其实你不会觉得说他那个事情，他跟你抱过你之后，跟你说了之后有什么变化？没有的变化的。其实很多时候行为模式还是一样的呀。是，我想说这种难就在于他不像对一个陌生人、一个同事，甚至于自己的爱人啊，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怀疑，它是可以转移的。你会想 OK， 至少我的父母还爱我，至少我有过一些原初的爱，那么我是有价值的，我是有意义的。但你这种要把它转移，其难度之高。就比如说你要真正能够接受，不是每个人和自己的父母啊这么重要的人都有缘分，我的爱是可以放在其他地方，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事。我相信你们有些后来得出一些什么结论吗？或者有些什么启示啊、行为啊，有这样的一些对未来的一些想法吗？就是把自己过好，把自己的日子经营好，自己的小家庭，然后父母的我们法律上的这些义务啊，道义上的这些义务，我们大家都不会去推辞，甚至是非常主动在做，然后仅此而已，会刻意的保持的距离产生美。我们大家是达成这样一个这么多人的这个竟然是惊人的相似的这个结论。你们在一起聊，你看我本来不太喜欢群聊，因为我觉得嫌吵，我也不喜欢处理过多的信息，但和这些马来西亚观众在一起聊啊，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加入进来。让我感到很开心的是，你也告诉我，
它起到了一种像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美国那种什么戒酒协会啊、戒毒协会啊，大家坐在一起倾诉自己的这些想法之后，这种共鸣，你觉得对你是有心灵的抚慰的作用吗？绝对是啊，是吗？那就像不光光是那个就是戒酒协会，人家这种共济互助，还有什么失独家长联合会一块，就是你会发现一群人坐在一起叙述自己的过往。这种类似像比惨大会的形式，你真的会发现说你所受到的这些伤痛啊，你不是最惨的，还有比你更惨的。然后你会发现说比你更被粗暴对待的人，他们现在也已经从那个泥潭里面出来了。你会发现说，哎呀，我应该像他一样，我向他学习，他是我的榜样。然后你也会知道我不是一个人，然后这个事情不是因为我那么糟糕，然后我让我的爸妈羞耻，所以我是应得那些这个惩罚，而是讲说这可能是一个像魔咒一样的家庭，那可能中国就是中国家庭、亚洲家庭跟欧美家庭都会有这样的，这个是一个群体性的事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个例，不是因为我特别糟糕。而且我们把它两相结合起来，正因为刚才说的，你们受的创伤之大，要去化解父母之爱这种难度之高，才会显得大家放到一起聊的有意义，因为这样你更不容易怀疑自己。对，而且就是大家这种共鸣，然后这个你会发现说，每个人你讲出这些事情之后，他对你的这个反馈，他不会讲说，哎，你要加油，你要让自己快乐起来，就是正能量，不是这个样子的，而是他会第一个反应就是发一个拥抱的表情，I see you， 对，然后会跟你说没有关系，你想怎么样做，让你自己开心就好，就是不会像那种一定像那个家长，就是人家说的什么百顺孝为先什么乱七八糟这种，不会有的，大家就是共情，然后理解，然后我觉得就是你做让你舒适的事情就可以了，对你的宽容度是非常高的，这个是真的很有疗愈作用的。非常好，也非常感谢你分享这个。我觉得懂的人可能很少，但是懂得自然懂。如果大家跟我们形成一些共鸣，我们也会感到非常的欣慰。对，我跟你讲哦，就是体罚这个事情，我再次想再通过这个节目说一下，我觉得体罚真的是不应该的。去年那个时候我们也做过这样一期节目，那个节目里面就是讲到了说有一个我们长辈家的这个孩子嘛，10多岁的孩子在这个医院里面被家长暴打，甚至到这个惊动路人要报警的这个地步。你知道，事隔1年之后，前2天听到说这个孩子在学校里面动手打老师了。我觉得我们这些在群聊里面这些人受到这些伤痛，我们最后没有成为一个暴力的实施者，我们真的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真的。但是我能看到的是那个孩子可能是一点一点滑向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那个角度。对，你看他的家人有可能会为他的行为感到羞耻和愤怒，但是站在我外人，我一听到这个事情，你觉得意外吗？我不是太意外，但是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我非常可怜这个孩子。我也很可怜这个孩子，就他是有多么的需要被爱啊，他才用被受到的虐待作为自己看似坚强的一个外壳，来破坏他身边一切的关系。他没有办法正常的接受别人的关心，他只能这样去做来获得一些关注。所以我觉得他好可怜，他要被好好的被加热、被温暖、被感化，来慢慢的改变一个自己。就好在他还是个孩子，我希望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遇到好的人。我觉得很难受，我难受的部分是在于说，他在这个原生家庭所受到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他是去向这个世界、向这个社会更多的人去解决问题，就这样一个简单粗暴的方式，在他的这个解决方式的问题当中，沟通的唯一方式就是使用暴力。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残忍的、很残酷的事实。这一家的长辈，他的父母，他的上面的这一辈，真的应该反思一下。非常感谢你，我觉得，我们也做了一个高质量的关于心灵的，关于一些探索发现的对话。你还有一些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吗？可以跟大家分享。还有建设性的意见，我觉得就是我们群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观众，他就每次都说，莫经他人苦，勿劝他人善。他说，所以
他每次的发言都能够让别人带来这种情绪上的这个共鸣。那现在话说就是有情绪价值，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可能对我来说的话，如果以后我看到一些其他的视频博主会讲到自己以前的这些经历的话，我一定是会去宽慰他。我觉得，他如果小时候或者他曾经的过往经历没有让他得到很多温暖的话，我能做的就应该是用我的温暖去告诉他你很棒，然后你就做你让你开心的事情。我想做这样的人，真的，我想向我们的那个观众学习，再散播出这些这些爱嘛，这些关心。对，好的，非常好，希望大家也加入进来，跟我们一起聊。我们慢慢也因为我们的这个能量和光环聚集到一些和我们的经历，尤其是和你的这些经历相似的人，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是的，那我们说不定搞一个，我还要强行插一个广告，就搞一个试吃会啊，让你们互相分享，就在这些群你们有相同经历的人，谢谢你啊。然后那个主题用鸡腿来抚慰自己，抚慰胃，抚慰心灵，好吧？祝大家每天都开心。这2天也说了，冬至都过了，热气慢慢上升，阳气上升，我们希望一切好的事情伴随着冬至的离去，伴随着春意的到来，让大家带来新的一年更好的意象和运气。祝大家生活幸福，好事会发生。拜拜，拜拜。